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天然嘌呤大王是海鲜的5倍，医生这些素菜需少吃。嘌呤是一种具有重要生物功能的有机化合物，其分子式为 CHN。 在人体内，嘌呤是经过了氧化代谢后转化为尿酸，这种物质对人体有着重要的生理功能，但同时也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当人体内尿酸水平过高时，就可能会引发痛风，这是一种常见的富贵病，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倾向。痛风是一种由单钠尿酸盐沉积所致的晶体相关性的关节病，与人体内尿酸代谢紊乱或者是尿酸排泄减少所致的高尿酸血症直接相关。嘌呤在细胞核中是 DNA 和 RNA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生物体的生长和发育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当体内的嘌呤升高后，会引发痛风情况。造成高尿酸血症的原因 90% 是由于尿酸排泄减少造成的，因此痛风患者在治疗的时候需要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通过药物治疗和调整生活习惯等的方式来降低体内的尿酸水平。长期高嘌呤饮食的危害。高脂血症。如果摄入过高的高嘌呤食物，可能会导致体内的血糖、血脂代谢异常，进而可能会出现高脂血症的现象，患者就可能会出现乏力、倦怠、嗜睡等的不适症状。痛风。高嘌呤食物可能会导致尿酸水平升高，进而诱发或者是加重痛风，患者可能会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等的不适症状。肾脏损伤。尿酸是通过了肾脏排泄到体外，过多的尿酸沉积在肾脏中会形成肾间质炎症，甚至形成了尿酸盐结石，造成肾功能损伤。海鲜会升高嘌呤吗？海鲜这美味的食物常与我们相伴，尤其对于那些靠海生活的人们，海鲜的诱惑仿佛无穷无尽。然而，这美味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些健康的隐患。大多数海鲜的营养价值的确很高，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丰富，适量的食用是有利于降低血脂。然而，海鲜中的嘌呤物质含量较高，若过度的放纵，可能会引发高尿酸血症，对生命健康产生威胁。因此，我们应该控制海鲜的摄入量，以维持体内嘌呤的平衡，避免高尿酸血症的侵扰。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我们仔细的关注饮食，了解食物中的嘌呤含量，并合理的搭配，这样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美食的同时，也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天然嘌呤大王是海鲜的5倍，医生劝告这些素食需要少吃。黄豆芽。很多人认为蔬菜清淡，多吃蔬菜就一定能够获取丰富的营养，不会对疾病造成影响，但这种观点并不正确。蔬菜虽然是清淡，但是其中也含有一些嘌呤的物质，比如黄豆芽就是其中之一。黄豆芽是由黄豆经过浸泡发芽而成，其嘌呤含量较高，每100克黄豆芽中含有约150毫克的嘌呤物质。对于尿酸高的人来说，长时间大量的食用黄豆芽会增加体内尿酸合成和加速疾病的发展。菌类。菌菇类食物一直以来都是人们饮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富含蛋白质、纤维素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对人体健康具有一定的益处。然而，研究表明，菌菇类食物的嘌呤含量相对较高，其中香菇的嘌呤含量更是高达了150毫克每100克，属于高嘌呤类的食物范畴。对于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来说，为了保持健康，应该严格的控制嘌呤的摄入量。由于香菇的嘌呤含量较高，因此患者应该尽量的避免食用。竹笋。竹笋被誉为是山中珍品，不仅口感鲜美，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鲜嫩的竹笋往往被人们视为餐桌上一道美味的佳肴，但是竹笋却称为是天然的嘌呤大王。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应该谨慎地选择是否食用。竹笋中含有丰富的嘌呤成分，其嘌呤的含量远高于一般的蔬菜和豆制品。痛风患者体内的嘌呤代谢紊乱，尿酸排泄不畅，更容易的出现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发作。所以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说，竹笋是一种需要谨慎食用的食物。4. 紫菜。紫菜是作为一种常见的海藻食品，被广泛的用于各种的美食中，然而它却常常被人们视为是高嘌呤食物的代表。事实上，紫菜中的嘌呤含量确实相对较高，尤其是对于患有痛风等疾病的人来说，过量的食用紫菜可能会加重病情。所以在食用紫菜时需要注意适量的原则，尤其是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更需要的谨慎。当然，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饮食偏好和需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在饮食方面最好是咨询专业的医生的建议。4. 高尿酸患者吃什么好？3种食物帮你调降尿酸。1. 黄瓜。黄瓜水分多，富含多种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具有利尿、清热解毒的功效，且属于低嘌呤、低热量的食物，同时还富含碱性物质，有利于溶解尿酸的沉积盐，促进尿酸排泄。在黄瓜皮中含有的乙烯皮苷，该物质具有良好的利尿功能，而尿酸结晶需要以尿液的方式排出，所以多食用黄瓜有利于降低尿酸高。黄瓜中的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关节处结缔组织连接状态，能够较好的缓解因痛风引起的疼痛感。2. 冬瓜。冬瓜属于寒凉食物，通常寒性食物具有利尿的功效，可以清肺解热气、去湿气，而尿酸中堆积的尿酸盐在中医中是属于痰湿邪物的范畴，所以常吃冬瓜是有助于排除体外多余的水分，达到消肿的目的，促进尿酸的代谢。冬瓜除了具有利尿的功效之外，还具有解油腻的作用，能够帮助肠道溶解油脂，减轻肠胃负担，同时还有助于内脏排毒，可以预防机体内沉积饱和脂肪酸，缓解血液以及内脏的压力。3. 柠檬。柠檬中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 该物质属于水溶性维生素，能够帮助人体清除自由基以减少尿酸结晶的合成。另外，该物质能够溶解尿酸沉积并加速尿酸排出，利于降低尿酸。柠檬属于碱性食物中的一种，其中含有的柠檬酸、钾离子等的微量元素能够与尿酸结合，促进尿酸的排出，缓解痛风发作。但如果大量进食柠檬，其中的酸性成分会刺激到肠胃的黏膜，因此有胃炎、胃溃疡等肠胃疾病的高尿酸患者不宜食用。另外，在平时的饮食当中，特别要严格限制摄入的就是酒以及含果糖比较多的饮料。另外，有些贝类的海鲜、长时间熬煮的肉汤或者是小鱼干等这些食材最好就不要摄入，建议以低盐、低脂、低糖以及低嘌呤。可以说您的尿酸异常是身体提醒你已经出现问题了，你以往的生活可能不是特别的健康，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纠正以往的不良的饮食习惯，把尿酸控制下来其实并不难，只是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饮食习惯，结合运动，多喝水，相信你的尿酸值很快就回到正常值。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